各位觀眾，看到我這個衣服了沒有？沒有錯，各位 ，Stephen Curry 下一個賽季要來打爆你們這些人了。Hello， 大家好，是我你們的好朋友台灣惡男，沒有錯。今天呢，來到了我們的第2次的測試伺服器的角色修改開箱啦。老話一句，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服的內容，絕非正式上線的效果。不過都到了2測了，我相信應該是不會相去甚遠啦。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一次的2測到底改了些什麼東西吧。影片啟動，惡男開搞了。爽就站起來啦！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裝置是移動裝置版本的，別忘了在下方幫我熱推一下，讓更多人都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哦。來，第一個文本亞馬的改動改了些什麼呢？第一點，它主要針對它的大招來做削弱，它移除掉了原本這一個在釋放大招的時候呢，會消耗所有的進攻或防守的層數的這一個效果，然後能夠減低爆發技士氣值消耗的這個效果也被移掉了，所以它現在每一場基本上就跟老詹一樣，只能夠用1次爆發技了啦。這一點我覺得就挺傷的，因為你知道一場能用1次跟一場能用2次，那個是真的差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有點可惜，但因為他的大招就是真的那麼強嘛，对吧？所以我覺得削的也算合理。然後再來呢，下面這幾點呢，通通都是針對他在突破的部分來做削弱。那麼我們就直接進練習場來看看，他具體來說是削了哪些部分哦。第一個是針對他的炸球後撤，也就是針對他在常人突破完的這一個超長距離的後撤呢，它變成在使用完之後，它的突破會進入3秒鐘的 CD。那也就是說，你想要做這個連續 A 的這一個動作的時候呢，你就不能夠把炸球後撤加入你的連續 A 的套路裡面了，因為你會直接斷掉你的所有的突破。所以這招呢，基本上就是用來終結，像這樣子去做終結出手用的啦。不過這個也合理啦，畢竟如果你能夠炸球完，然後再出去突破，不是這就真的太鬼扯了，對吧？所以合理。然後再來這個第3點呢，我覺得蠻關鍵的，就是它會直接斷掉文本亞馬的連續 A 的這個動作。我們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說它可以做這個假動作合球盾敗胯下突破的這個動作的 CD 變長了，對吧？所以呢，我如果要能夠接續我的連續 A，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一直做這一個盾敗胯下突破？好，所以我們現在做了1次盾敗胯下突破。好，我現在在突破出去之後再做，可是這個時候我就已經不能夠再使用盾敗胯下突破了，也就是說我已經不能連續 A 了，所以這一點對他的突破還蠻傷的。但老實說，我覺得也非常合理，畢竟你讓這樣的一個7尺中鋒一直去做盾敗胯下突破也太離譜了，所以合理。然後4、5、6點呢，基本上就是一些優化跟 bug 的修復，我們就不特別提了。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文本亞馬這個角色算是小動，但不影響這個角色本身的強度太多，也絕對是你可以投資的一隻角色。其實我原本認為他是會針對徽章去做修改，結果徽章連改都沒改，那看來應該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了。好，再來下一個角色 Taylor Hero。那我在這邊要先跟所有 Hero 的粉絲道個歉呢，因為上一次的1測的影片呢，我並沒有出 Hero 的開箱影片哦。那為什麼沒有出的原因呢？就是因為我認為這個角色真的玩不了。那我實際操作起來呢，我認為這個角色它的機制是好玩的，可以感受得到官方真的想要把這個角色做成一個很有趣的擋跑陣的打法。可是實際使用下來呢，我認為它還是比較偏向絕活哥的屬性，因為它要發動它的所有的這個熱力的招式呢，條件我覺得挺嚴苛的。原本的它呢，它必須要經過無球隊友，它才會獲得這個熱力值，所以就有點像 Ray Allen 那種感覺，就是基本上你的隊友他不知道怎麼跟你配合，你這個角色就是絕對玩不了。而且他所有熱力的招式時間又超級短，所以變成說你那個 buff 只有一下下的情況呢，你真的很難打出什麼東西。然後再加上他的突破距離實在是又很短，出手又很慢，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這個角色到底要怎麼玩才會玩得好。當然也許有可能是我真的不會玩啦，這個還望大家修正，或是哪一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絕活哥，我可以幫他出一篇超級爽的精華。但是就1測的結果來看，這個角色他是完全打不了的。好，那我們就來看看2測他到底能不能玩呢？來，第一個改動呢，他原本這一個經過無球隊友改成經過隊友的時候就能夠獲得熱力值了哦。所以原本他必須要在持球的狀態下來做進攻，可是他現在
可以打無球了。那這個呢，也許就會變得稍微強勢一點。雖然他獲得熱力值的條件變寬鬆了，但是 CD 變長了。那萬一你一次進攻沒有打出什麼東西來的話，那基本上這波進攻就是全廢了，只能交給其他隊友來做了。然後另外他的這個專屬技能出手的時候呢，團隊狂熱持續時間暫停。那什麼叫做團隊狂熱呢？就是他在進攻的時候，只要經過隊友或者是無球經過隊友的時候，底下不是會有這個紅條嗎？這個紅條他在進攻結束，如果是用專屬技能得分的話，他就會直接時間暫停，變成下一波進攻我還能夠再繼續持續這個狂熱的狀態。那其實這個改動我覺得還算是不錯的啦，還可以。然後第3點呢，它新增了在團隊狂熱的狀態下的時候呢，所有的這些技能通通都可以傳球了，聽起來不錯，對不對？不過當你傳出去的時候呢，你的團隊狂熱效果就直接移掉了，變成說呢，你要再重新去經過你的隊友身邊一次了。哇，這個是挺難受的。比起其他角色隨隨便便就可以出手傳球來騙鍋，哇，我認為這個角色實在打起來有點太辛苦了。好，然後再來第4個，它的2段推進變成是需要熱力值才能夠觸發2段推進了。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改動啦。好，這樣聽下來，這個角色好像不太強，好像不太能玩，對不对？好，那麼我們就來快速示範一下這個角色未來可能的打法是怎麼樣的哦。好，我們接下來來示範一個酷酷的打法，比如說我現在球給隊友之後，接下來只要經過他的身邊，好，我就會啟動這個團隊狂熱的狀態，然後要球。好，接下來我們就來一個接球速投，像這樣子。那跟 Ray Allen 不一樣的是，他没有那種超長距離的後撤投籃，取而代之的是這種側撤的投籃哦。當然呢，你也必須是要在這個團隊狂熱的狀態下，它才會有這個出手速度的加成。比如說像這樣，有沒有出手速度就會明顯快很多哦。所以它就有點像是不需要上籃分球就可以去做快速跑位的 Ray Allen 的概念啦。那它可以持球，也可以無球。所以整體玩起來其實還算蠻有趣的，只是這個出手速度實在是挺慢的。我覺得如果對手是那種蓋帽範圍比較大的，可能還是會吃到帽了。好了，那這大概就是 Taylor Hero 它的所有的更新了。那這次更新完之後呢，我認為這個角色它是可以玩的哦，但是呢，它必須是要建立在3排的情況下，整體用起來呢，我覺得還是會卡在一點，就是你一定要一直經過隊友的身邊哦，就是一個超級擋跑特化角是好玩，但強度不知道，等到開服的時候我們再看看吧。好，再來下一個 Kevin Durant， 在上一次的一測當中大放異彩的 KD 呢，削弱啦。就是上一次我們的這個體前大變向，它可以做一個延遲突破，對吧？好，那現在這個技能呢，它新增了一個這個突破只能在3分線內使用哦，但實際上有沒有削弱呢？我們一起來看看。好，原本呢我可以在這個3分線外，好使用這個體前大變向，但現在呢不行了，我變成說只能在3分線內，然後去做這個延遲步的突破。所以你看我在3分線外哦，我突破完之後，它就會直接進 CD 讀秒，它就沒辦法延遲使用這個體前大變向。但我在3分線內呢，我去突破完，它還是亮着的，我就可以在1秒內再次使用這一個體前大變向。那我個人認為呢，這個實際上是沒有削弱太多，因為 KD 主要還是打2分嘛，他必須要打2分，累積被動之後才能去打3分嘛，所以這個就會讓他2分更難防。之外呢，你其實啊，在3分線外突破完，然後突破到裡面了之後，你還是可以去使用這個體型大變向，只是你要稍微貼着3分線來使用。比如說，你看哦，我現在突破完，我踩在3分線後面一點點的地方突破，它會突破進去3分線內。我還是能夠使用這個延遲步用體前大變向，對吧？所以其實整體來說，我覺得沒有差很多。那如果說站在稍微外面一點，我甚至能夠再次去突破完用3分。好，比如說你看我突破完，我在裡面的隊友，我還是可以用體前大變向，然後出去再打3分。所以其實如果你那個距離拉到很極限的話，你還是能夠去利用這一個長距離的突破來投3分的。但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就是限制左右底角啦。如果說你是站在這個弧頂或者是中間的位置的話，這個估計是用不出來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 KD 大概在這個位置，然後他去做這個突破的話，基本上你可以高幾率去猜他要去做這個底角的體前大變向的3分位移哦，所以我覺得合理的改動。那我認為 KD 股呢還是持續飆漲的，絕對能玩，而且絕對單防不了。然後下一個 Dillon Brooks 又迎來增強啦。那新增的效果呢，就是他在每一次獲得 Highlight 的時候呢，他的防守回合移動速度都會小幅增加。那這個我們就不特別實測了，這個就是直接文字說明跳過就好。再來下一個，我覺得算是最大的一個改動角色啊，似乎呢官方想要讓 T-Mac 來重返榮耀。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改了什麼吧。第一個，3威脅的冷卻時間降低啦，從10秒變成7秒 ，OK， 是一個 buff。再來，瀟灑突破，它原本有一個向前突破，可以去銜接這個側步投籃跟反向轉身，但它現在變成了在更多動作組合裡面都能夠使用側步投籃和反向轉身了。那反向轉身之後，一樣是可以銜接這個後仰投籃的。好，那我們就來進練習場看一下它的操作變怎麼樣吧。好，那我們來看第二點呢。那 T-Mac 呢，它原本是这樣，它如果在這個第一段突破跟第二段突破，它不是有一個向前突破嗎？它這個向前突破之後啊，可以去銜接後仰或者是轉身，那它就被規定在你一定要在向前突破完之後，你才能夠去銜接這個後仰。但現在呢就不需要啦，你即使是向側邊突破，你一樣可以去使用後仰，所以這個就會讓這個角色強度完全不同咯。你看，我可以像這樣子突破出去2段之後，再銜接一個後仰，所以它可以再多一個後仰的3分哦，威脅性就更大。比如說，你看，我可以站在3分線上，然後突破出去2段之後呢，再接一個後仰，它一樣是視為3分出手的。那這個就讓它進攻多了再一種的可能性哦。那另外別忘了，我在突破完之後，我是可以接反向轉身的，所以呢，我就可以像這樣子接哦，超帥！我用給大家看。突破完之後，轉身完直接後仰，哇靠，這個哇，這真的超帥哎 ！Oh my damn！ 那我覺得它最強的地方是什麼？它的向前突破和基礎2段非背運突破後1秒內可以使用多重威脅這個效果。那所謂的多重威脅就是它的後撤哦。那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比如說像我這樣子突破2段之後，好，你看哦，我這個多重位置是亮着，我1秒內我可以再進行走位，看對方的位置來選擇後仰出手。哇，這個就真的有點東西咯。你看我這樣突破完之後，對不對？我可以看對方的位置，好，來個後仰拔起來，所以我甚至可以在這個時候去做換手，決定我要往右邊來側撤，還是往左邊來做側撤。當然，我也可以像這樣突破完之後，直接接後仰，往這個方向打出去。哇，這個真的是很猛。OK， 我只能說 T-Mac 下個版本也應該會出監獄了哦。T-Mac 終於要重返榮耀了嗎？各位，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你就錯了。下一個版本真正要出來虐爛各位的是 Stephen Curry。好了，經過上一次一測的影片出來之後呢，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個角色變得有多離譜了，對吧？那我以為他在2測應該會大幅削弱，結果老哥，你給我看這啥東西啊？你只改了一個背後運球新增 CD 1秒，這有啥意義呢？來，我們看一下它現在是怎麼一回事哦。突破，OK， 好，現在是這麼一回事，所以你說這有削弱嗎？我不這麼覺得。好，就算對面呢交了加速，可能守住我這一波了嘛，好，沒關係啊，我還可以，再來，背運再來哦 ，OK， 好，你說這個1秒有啥意義呢？我真的搞不懂哎。這個 CD 如果是10秒鐘，我覺得合理，新增1秒鐘，你是不是打錯了？你少打一個0吧。好，那你覺得 Curry 改成這樣子合不合理呢？我個人是認為完全不合理啦，因為但凡你只要有在看球的人，就算你真的是泳迷好了，你也知道 Curry 的那種單 A 的神仙球就只有那麼幾球而已。我還是認為這個角色他應該要強化的是在他的無球跑動的部分。我覺得其實你可以把 Taylor Hero 的模組搬到 Stephen Curry 身上來，讓他的這個無球跑動变得更有威脅性一點，這樣子改才合理一些。哇，這個去強化他的單 A 能力，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有點誇張了啦，好不好？真的全明星相信我，拜託，這個角色絕對不要就讓他這樣走出測試服啊，真的會是災難一場啊。那這大概就是 Stephen Curry 的部分啦。好，最後一個就是 LaMelo Ball 的改動啦。那麼它的改動呢，就是在變奏突破的時候，應該是它這個技能的可被撞停的判定時間去做優化了啦。我不確定它的這個優化到底是加長還是變短啊。我在測試服裡面也找不到朋友來測試這一個，但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沒什麼好測的啦。總之大概就是這樣啦。好了，那麼以上就是這一次第2次測試伺服器的所有的改動啦。整體來說，我覺得改動算是中規中矩。T-Mac、Durant 都是合理的改動，唯有那個 Stephen Curry 啊，真的拜託不要這樣子就放出來哦。如果真的這樣子就放出來的話，各位我先把 Curry 點滿了好不好？我開機就裝完 Curry。好了，那麼這大概就是這一次的開箱報告啦。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好了，我是台灣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再見。